中国现代考古学泰斗夏奈先生在80年前的一个夏天，在这里对着几千颗埃及古珠研究记录古文明之间的奇妙关联，在这间拥挤的博物馆中展开。这里是皮特里埃及考古博物馆。现在呢，我来到了大英博物馆的附近，伦敦大学内部的这个皮特里埃及苏丹考古博物馆。皮特里呢被称为现代考古学之父，他呢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呢，在这个埃及地区开始了对于古埃及及古苏丹文化的一个考古发现。中国的现代考古学泰斗夏奈先生曾经在英国留学期间就在这个皮特里的团队当过一个暑假的暑假工。另外呢，皮特里的学生还包括霍华德·卡特，就是发现了图坦卡蒙墓的那位。这个博物馆的很多藏品来自于艾米莉亚·爱德华兹女士的收藏。她在去世之后呢，把这个展品还有这个皮特里收藏的一些相关的展品共同放到了这个博物馆里。这个博物馆呢，共馆藏8万件古埃及和苏丹相关的文物。这个博物馆呢，它是免费开放的但是一定要注意它的开放时间。夏奈先生呢，曾经在皮特里的团队去研究这些古埃及的古珠，然后呢，现在在我面前呢有2个板这个板子上面都是当时的项链手链之类的。这些古珠我看一下，这是松石，它就有可能这还有这种玛瑙这些古珠呢，可能就由夏奈先生整理过然后这些手写的这些签儿，应该都是来自于夏奈先生。这个博物馆其实就像一个文物库房一样，你看它这个每一件的这个签儿上面，甚至还有涂改的痕迹是用这个铅笔涂改的痕迹。然后还有那种手写的签儿。这边呢都是阿马尔纳王朝时期的。你看这有一个，他介绍说是纳芬提提或者是埃克纳吞，但我的第一反应就是纳芬提提，因为在大英博物馆的时候没有这个纳芬提提，我或者说我没有看到纳芬提提的这个形象真的好看，而且有明显的这个黑人的这个特征。这有一块这个石碑浮雕你看这是一个男子，他手握着一只莲花，莲花呢也是埃及的象征之一然后你看他这个肩膀上有一只手，说明他旁边应该还有一个人物。这个里面呢还有很多来自于古埃及时期的玻璃器。玻璃的烧造技术呢，最早就是来源于古埃及，差不多在古埃及的第18王朝就是新王国时期。在此后很久，玻璃这种材料呢，一直都是作为一种非常昂贵的材料。后来呢，罗马人优化了这个工艺，并且呢，在公元1世纪左右可以烧造出这种非常纯净的这种玻璃器皿。然后这个地方有一个公元前7世纪的一个腓尼基人的头像可能是腓尼基人的头像，非常有意思大眼睛大鼻子，然后他那个发髻也非常的特别。然后中国的玻璃呢，差不多到了明清时期才将它们大量的用于建筑。这面呢是古埃及丧葬文化当中非常重要的这个供桌，然后这个供桌你看它上面这个浅浮雕有莲花，然后还有花瓶，然后他打了一个问号就是他这个馆当中呢很多因为他的结论呢可能没有完全确定，所以他基本上都会打一些问号，包括他所属的地点，然后他的年代。这边还有一些墓葬里边的金字塔的模型。然后这里有一个高浮雕，这个很有意思看这是一个男性脚踩着2条鳄鱼，然后他头顶上这就是古埃及当中的这个贝斯之神，相当于这个保佑家庭的这个房屋平安的然后这个神呢有印象，之前我们在那个大英博物馆看那个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的一件金器的时候，在那个马车前面就是他，然后他呢是古埃及文化里面的，不过后来呢被这个波斯人也借鉴过去了。这个展柜呢是4000年以前的一个人的一个墓葬这个是当时他们使用的铜镜，这个铜镜呢就是纯素面的，然后它上面呢有一个柄，这个柄上面可能还连了一个木头然后这个也是。我想看一下后来古埃及的铜镜就是它加入了一些设计元素之后是什么样的，和我们之前看过的古希腊文化当中的铜镜，还有包括中国的铜镜，还有什么区别不知道能不能看到。这边有一对铜斧，我还是要感叹这个铜斧上面这个鸟立高台你知道良渚还有大汶口其实都有这样的符号，太神奇了。这一堆的小雕像里边呢，角落里发现了一个伊蒙霍特普这个是在网络上吹得非常神的一位全才。然后关于他真实的身份和职位呢，大家可以去看商不良的小跟班的视频非常非常硬核，去解读了他在网络上的形象和他在考古发现记载当中的形象有多么大的差别。这个费昂斯是真的好看，你看这个蓝绿蓝绿的，这是一个什么动物？这是河马吗？不确定，它特别小，就这么大。在上海博物馆呢，埃及展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河马费昂斯，我实在太喜欢河马。
这边就是后来希腊化包括罗马化的一些文物了啊。这个托勒密时期的这个圆雕非常的精彩啊。然后它这边呢，很多的这些文物标牌上都写着这个 unpublic， 就是未发布状态。这不能是美杜莎吧？有点像巴斯浴池里面那个密涅瓦苏利斯的石雕是吧？但是它原型其实就是美杜莎。大蒜模型，这是瓮棺葬啊。看，这是一个采石船。就之前我们去那个吉萨金字塔的时候，我跟大家说过了，就是吉萨金字塔的石头呢是通过尼罗河运过来的，而且那个地方本身离采石场就很近。然后曾经呢，那个地方的地势没有现在高，所以它整个都在尼罗河的附近。然后当时呢，应该就是用这样的船，这是一个木质的模型啊，用这样的船把这些石头运过来的。这边有一个乐器，但是打了一个问号啊，这是什么乐？弦乐吗？还是什么乐器？这边还有好多猫神贝斯特，看有这个铜的，哇，这个一窝多少个？一窝4个。然后上面还有这种特别小的这种猫猫的铜像，一家3口，没有它啊。这些都是中后期的木棺了。这两个特逗啊，它上面雕的是这种耳朵，代表着是对神的这种请求啊。然后呢，它有一只耳，还有这种多只耳。它上面介绍说，据说耳朵越多越灵。那为什么还有人雕一只耳呢？这是在第18王朝时期的一个木质的一个勺柄啊，可能是一个勺子的柄。这边还有木梳，这个木梳呢，可能主要用来梳假发。这个博物馆呢，它展品的密集度特别高，各种沙菩提俑。哎呦看，吓我一跳！这里面呢还有一个陶器的一个展厅啊，它是按照这个年代的顺序来陈列的啊。这件呢，介绍说是埃及地区最早的关于王的符号。但这个确实不太好理解，看不太出来。这有一个玛瑙啊，这个呢是在5到6王朝时期啊，就差不多公元前2500年到2100年左右的一串玛瑙。我家就产玛瑙。古埃及呢很早就出现了这种细颈的陶瓶，特别细啊。然后呢，它的底部也很细，方便抓握。然后呢，他们也有这种尖底。就像我们仰韶文化那种尖底瓶，仰韶文化那个尖底瓶干嘛用的？现在都不确定啊。有人说它是集水器啊，就把它放到水里面，它自己会有一面会下沉。这边没有给出解释。在4000年以前呢，出现了这种人物的形象啊，在陶器上，也是不知道是什么含义啊，好像很无语的样子。你是在抱着一条鱼吗？这个哈索尔太抽象了。又看见贝斯神了，脑袋顶着这个。他这个博物馆说的是 wooden toilet spoon， 木厕所勺，这啥意思？这是铲屎的。这边有一个阿玛尔纳时期的项链啊，这个在博物馆的这个海报上出现了。这个上面是各种的蔬菜还有水果，然后呢，它一件呢上面可能用了多种。这是石头还是费昂斯做的？这怎么还有中国的瓷器啊？这苏麻离青吗？这边还有高丽青瓷，然后那边还有龙泉，真是把这个陶瓷都弄一起了，是吧？因为这里除了古埃及时期的内容啊，其实还有这个阿拉伯时期的。你看这边的这些石板，它也是墓葬当中出现的。你看它上面使用的就是阿拉伯语，然后是在公元860年啊9世纪。这边是伦敦大学的亚非学院，哎，那有个松鼠，好像是个假松鼠，对，好像是个真松鼠，它刚才动了一下。